这不是电影杜撰，而是真实发生于美国康乃狄克州的闹鬼事件，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被官方承认的怨灵索命致死案件。1987年，一家人以低价租下百年老宅，不料70年前，这里竟是殡仪馆的停尸间和降临会举行地。无可压抑的骇人阴煞与恶气，让这里频繁上演各种恐怖的超自然现场。这座骇人听闻的鬼屋曾引起全美媒体的极大关注，探索频道的灵异专题中特意拍摄了相关纪录片，就叫《康乃狄克州闹鬼事件》，甚至邀请了当年无辜撞鬼的一家人现身说法，模拟重现闹鬼情形。直到现在，很多现象都无法用科学解释。话不多说，开始今天的真实恐怖故事。莎拉原本有着幸福美满的家庭，直到几年前，大儿子马特确诊脑癌，一切都变了。夫妻俩的收入并不丰厚，为了给马特治病，就快要掏空家底。除了金钱，全家人的意志也在被磨灭。因为住所与医院很远，看病一个来回就要花费8个小时。别说虚弱的马特难以承受，就连开车的莎拉都很难坚持。好在最近医院那边传来一个好消息，让一家人看到了些许光亮。医院研发出一种针对癌症的新型疗法，马特幸运地被抽中，成为临床试验者。一切顺利的话，他就能获得重生。为了缩短路程，方便就医，莎拉决定在医院附近租一套房子。很快，莎拉看中一套老房子，虽然年代久远，有些破旧，但位置合适，租金便宜，第1个月还免租。总体来说，性价比还是挺高的。于是莎拉带马特看完病直接入住，房子还没来得及打扫，两人只好打地铺先将就一夜。半夜马特睡不着，走进地下室，里面有道木门，玻璃上一道鬼影突然闪过。下一秒马特惊醒，原来刚才是个噩梦。意外的是，马特没有被吓到，反而要住进地下室。这里很宽敞，有独立的浴室，要是不舒服呕吐的话也不会吵到别人。马特和莎拉想看木门里面是什么，结果门怎么也打不开。莎拉拖地时，马特看到一地的鲜血，但定睛再看，一切又恢复正常。难道是药物的副作用吗？其实莎拉这边也遇到了比较晦气的事情。她整理房间时，在柜子里翻出一堆老照片，上面全是尸体，看得莎拉心里直发毛，转头就把照片扔进了垃圾桶。房子这么便宜，有点瑕疵也能接受。整理完毕后，丈夫皮特带着妹妹玛丽以及另外2个孩子赶到这里，就这样6口之家齐齐整整搬了进来。玛丽的卧室，莎拉已经贴心地帮她选好了，房间里有一个很大的衣橱。然而打开门时，鬼影又再次闪现，但两人都没有察觉到。接下来各种怪事轮番上演，马特刚把餐盘放到桌子上，可一转头，盘子竟自动回到了壁柜上。没等马特反应过来，盘子又掉到地上，摔得稀碎。医生提醒过他们，假如看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，就要停止试验。担心不能继续接受治疗，马特什么都没和莎拉说。当晚，马特又做了一个噩梦，梦里一个戴眼镜的老头在一具男尸身上刻满奇怪的符文，最后连眼皮也剪了。站在老头旁边的还有一个男孩，看起来像是助理。吓醒后，马特试图打开木门，结果手被门锁灼伤，只能停止尝试。尽管遇到了不少怪事，但马特还是什么也不说。从医院回来，他发现老房子的墙壁上有一块身躯的腐肉，以为是幻觉，马特独自承受了这一切。这天，木门突然自动打开，走近一看，里面的摆设竟和马特梦里的一样。弟弟还好奇地拿起剪眼皮的工具玩。皮特听到动静过来查看，眼前的景象让他目瞪口呆。紧邻儿子卧室的居然是一间停尸房，连焚尸炉都是配套的，怪不得租金这么便宜呢。得知老房子的前身是殡仪馆，全家人连夜召开紧急会议。尽管知道了真相，但他们还是决定在马特结束治疗之前继续住在这里，因为这里很便宜，毕竟穷比鬼魂更可怕。担心对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造成伤害，皮特安慰他们，殡仪馆已是陈年往事，现在它就是普通的房子。孩子们都很懂事，没人反对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该吃吃该喝喝。可就在一家人进行饭前祈祷时，
不可思议的事情再次发生，马特一瞬间通灵，他看到之前梦里见过的男孩，一群人手拉着手，似乎在给男孩进行着什么仪式。他的表情十分痛苦，在尸体上刻符文的眼镜男当时也在现场。事后，马特将看到的东西告诉了玛丽，可他不相信。就在马特以为全世界都不会有人相信时，他遇到了一位病友。男人是个牧师，他相信鬼魂是真实存在的，并且鼓励马特不要惧怕恶魔。牧师给了马特一张名片，要是再遇到闹鬼的事儿，可以随时和他联系。不出意外的话，马特很快又要撞鬼了。和弟弟妹妹玩捉迷藏时，马特再次看到男孩的幻象，一路追着他来到停尸间，却发现里面停满了尸体。马特诧异之际，身后的木门突然锁死，尸体随即围了过来。马特能够清楚地看到他们身上的符文，听到求救，家人们连忙赶过来。马特这才发现又是幻觉，走投无路，他只好向牧师求助。牧师告诉马特不要害怕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弄清楚鬼魂想从你身上得到什么。晚上，马特独自在房间锻炼，鬼魂说来就来，他浑身焦黑，看不清五官。马特鼓起勇气问他到底想要什么，可是对方没有回答就消失不见了。等莎拉带着孩子们回到家中，发现马特蜷缩在墙角，双手渗血，墙壁被他抓得惨不忍睹。马特的表现让父母几近崩溃，难道新的治疗方法也失败了吗？此时的夫妻俩还不知道围绕孩子们的恐怖事件正在不断升级。又一次捉迷藏时，弟弟别出心裁爬进了焚尸炉，结果背后发毛，回头一看竟是焦黑的鬼魂。弟弟吓得大叫，门却打不开，幸亏玛丽及时赶到，把弟弟救了出来。另一边，妹妹跑到阁楼，一脚踩空，卡在了地板上。玛丽随即又去救人，马特听到声音也跑了过来，结果在地板下面发现一本破旧的相册和一个落满灰尘的铁盒子，盒子里装着一堆早已风干的眼皮。至于照片就更古怪了，和马特梦里的场景一样，一群人拉着男孩在做法。这些东西的出现说明马特并非精神错乱，梦里的人和事都在这栋房子里真实发生过。马特告诉玛丽，自从搬进来，他几乎每天都能见到那个男孩，半夜醒来总感觉他就在自己的身体里。男孩通过他的眼睛看外面，这回玛丽总算相信了马特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是谁把这些东西藏在地板下，又为什么这么做呢？为了找到答案，两人来到图书馆。原来殡仪馆的主人正是眼镜男，他